大家好，我是龚明敏，又见面了。前三期分别把化学能、电能、核能推进系统过了一遍，不管是哪一种，推力都是来自于排放公制。这一期我们往更远的未来看，讨论一下还在理论阶段、不需要公制的推进系统。开始前先交代一下，这些引擎往往还触及量子力学、相对论、零点能、弦理论，都是理论前沿的东西。每一项都已经是伪科学和诈骗的重灾区，即便专业人士也有上当的，需要特别注意。记住，上新闻不等于是对的，有专利不等于是对的，有大佬背书不等于是对的，即便发了论文也不等于是对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来看看前几年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 M Drive， 这东西是个金属的圆台，一头大一头小，从侧面注入微波，微波在腔体内共振。发明者 Roger Sawyer 说，微波的光子在大的一面和小的一面的压力大小不同，这个压力差就是推力的来源，不需要排放也能推进。这一听就是在扯淡嘛，揪着自己的头发要飞升。然而，西北工业大学杨娟团队在2010年进行了测试， 2.5 千瓦的电产生720毫牛的推力，也就是 0.288 牛每千瓦。2014年NASA 传奇人物 Harold G. White 搭了个平台，对多个引擎进行了测试，其中 M Drive 测到 0.1 牛每千瓦的推力，被认为和以前的实验在同一个数量级。这个工作甚至发了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看起来似乎要修正牛顿第三定律了。反转来了，杨娟团队在2014年又进行了一次实验，发现如果把电源和引擎放在一起，推力就消失了，因此认为之前的实验有错。你以为就这样否定了？反转又来了。2016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陈跃团队宣称已经进行了轨道实验，测得微牛到毫牛级的推力，并且5年内要实用化，还上了央视新闻，申请了专利。但你以为这样就确认了？反转再来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2018年的实验表明，把引擎横向放置，测到推力之后，把引擎竖起来，这时候应该是没有水平方向推力的，但却仍然可以测到。再结合前面电源和引擎放在一起就没推力的实验，他们确认了推力来源之一是电源线里的电流在地球磁场中受到的洛伦兹力，和 M Drive 无关。换句话说，这是花几百万做了个指南针。接着在2021年的实验里，他们证实了微波灌入 M Drive 之后，金属臂会放出热量，使得测推力的设备螺丝松动，零点发生漂移。当加固了结构消除这个影响之后，推力小了3个数量级，只剩下噪声级别了。同时他们也能完全复现出 NASA 的测量结果，并通过改进的测量设备证实这只是个实验误差。这算是在 M Drive 的棺材板上钉上钉子了。即便如此，仍然有个叫 Prime Lightworks 的创业公司在利用 M Drive 骗投资。文书里通篇没有出现 M Drive， 光说他们的引擎只用电就能推进，但图片里就是个遮遮掩掩的 M Drive。 在 M Drive 的验证过程中，不但出现了各种闹剧，更有意思的是还派生出了多种设计。 Canner 公司的 Canner Drive 就是其中之一，它像是个拍成饼的 M Drive， 内部有一些介电质和一些放射状的条幅。 White 的一揽子实验也测试了这个引擎，结果是有没有条幅推力一样，与发明者的理论不符，这其实相当于否定了 Canner Drive 的设计，但这公司仍在运营，依然说自己可以做空间推进。另一个叫量子真空推进器，简称 QVT 或 Q-Thruster， 最早由西北工业大学朱宇团队提出。老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QVT 也是个不需要排放的推进系统，号称和零点场的量子涨落交互，通过卡西米尔效应把量子涨落的动量拿来作为推进。在刚才提到的2014年那次测试中， QVT、M Drive 和 Canner Drive 一起进行了实验，都测到了推力。White 用磁流体动力学的工具对 QVT 进行分析和优化，希望能看到4牛每千瓦级别的推力。这样的引擎接上个2兆瓦的微型核反应堆，就能在短时间内轻松到火星、土星甚至冥王星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 White 还发展出了一套基于量子真空的 Q-Thruster 物理学，试图从理论上解释推力来源。但是 M Drive 和 Canner Drive 的推力后来都被否定，朱宇和杨娟的后续实验也证明 QVT 的推力是实验误差。
结果 White 本人也离开 NASA 去了个创业公司，继续做相关研究。接下来来看一个似乎更科幻却更可能成为现实的引擎。Star Trek 的观众一定知道里面的基本设定 Warp Drive 曲速引擎本系列介绍的最后一个引擎就是现实中的曲速引擎。它的理论由物理学家 Miguel Alcubierre 在1994年提出，因此也被称为阿库别瑞引擎。他找到了一组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解，遵循这组解的推进系统不但不需要公制，而且可以以任意速度运行，没有光速限制。比较巧的是 Star Trek TNG 关于曲速引擎的设定完成于1991年，使用的方式和阿库别瑞引擎极其相似。虽然60年代的 TOS 系列就开始使用曲速引擎这个设定，不过遵循的是降低质量的想法。阿库别瑞本人也说过， Warp 这个词直接启发了他的工作。首先来说说光速的事情，这方面很多人有误解，认为相对论明确的光速是速度的上限，从一点到另一点不会比光更快。实际上并非如此，狭义相对论说的是，在平直时空内，一个物体相对周围局部区域的运动速度以及消息传递的速度上限是光速，否则会破坏因果律。注意这些限定条件：平直时空、局域、物体运动、消息传递。广义相对论把物理定律推广到非平直时空，确定了引力可以弯曲时空，而时空本身的拉伸和收缩并没有速度限制，因为这不是物体的运动，也不是消息传递。比如宇宙膨胀的时候，两个星系之间的远离速度是可以远超光速的，因为是它们之间的空间在膨胀。阿库别瑞引擎的本质就是在飞船周围形成一个泡，称为曲速泡。曲速泡之内的时空还是平直的，泡前方的空间压缩，后方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空间会把整个泡顶到前面。也就是说，飞船在曲速泡内的局部时空和出发前的情形一样，但是那个泡被空间的扭曲整体带着移动，就像人站在冲浪板上，被后方的波浪推向前方的低谷。人和板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也没有排放，但人和板都在往前运动。更好的是，这样的推进下，飞船在加速的过程中，内部的人不会感受到速度的变化，因为飞船与泡内的时空并没有相对运动。整个过程中，曲速泡内外是无法交换信息的，也就是曲速泡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也看不到飞船。即便超过光速也不会时间逆转，不会破坏因果律。关于相对论的细节要展开就太长了，这里只能提到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用一个玩具弹簧来演示空间的压缩和拉伸。假设飞船相对弹簧的运动不能超过某个速度，如果把飞船固定在弹簧上，通过拉伸弹簧来移动飞船，就没有这个限制。这么好的东西要如何成为现实呢？毕竟那篇论文是关于曲速飞行条件的，并不是如何建造曲速引擎的。根据论文里的推论，需要负物质才有可能引发曲速泡。注意，负物质不是反物质，反物质的质量仍是正的，负物质的质量是负的。那要多少负物质才够呢？如果是球形的曲速泡，当飞船达到10倍光速，需要1颗木星质量的负物质才行。还是 Harold G. White 在2011年的论文里提出，如果曲速泡是一个很厚的环，就能把负物质的需求减到700千克，并由此设计了概念性的 IXS Enterprise。White 不光在理论上有突破，还做了一个很小的曲速引擎原型用于测试。但是如何获得负物质呢？ White 引用 Q-Thrust 物理学，认为电容里的介电质和电子会在更高维度上对引力产生影响，在没有负物质的情况下就能引起时空扭曲，也就是试图用量子力学和弦理论来解释这个从相对论提出的问题。在 White 的原型里，引发曲速泡的装置是几个电容组成的环，通上2万伏高压直流电，电压会部分击穿电容的介电质，产生高能等离子。White 认为这样的高能等离子环足够扭曲中心区域的时空。他用的测试平台类似于高中学过的迈克尔逊干涉仪，激光经过分光镜，走2条垂直的路线，反射后再经过分光镜打到同一个点，会产生干涉图样。其中一臂放上引擎，如果它真能拉伸或压缩空间，那么一臂的长度就会发生变化，使得干涉图样发生改变。当时实验设备的输入能量很低，信号和噪声不容易区分。他们用的分析方法是让装置以很低的频率自动启停，
对干涉图样的分布进行统计，如果也发现了同样频率的统计差别，就认为引擎可能有效。结果还真发现了细微的区别，但没有办法排除实验误差的可能性。更有后续论文对实验结果提出异议的。目前看来，这个理论和实验都很薄弱，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独立实验才行。Froning 和 Roach 在2002年的一篇论文里往前发展了一步，他们用流体动力学模拟的方法来对飞船和周围的零点场建模。量子真空相当于流体，零点场对飞船的卡西米亚力相当于流体粘性产生的阻力。结论是需要负能量最少的飞船形状是带有环形电磁场的碟形飞船，飞碟。此外，还有想用弦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认为通过操控第10个空间维度，可以影响3维的暗能量，形成曲速炮。当然这就更虚了，各种未证实的理论。想了解高维空间是怎么回事，可以看我以前的一个视频，数列求和与空间维度。接着就要看一些新的突破了。比起前面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最近的一些工作让我们更接近于真实的曲速引擎。2021年3月 Lance 发表的一篇论文又找到了一组场方程的解，在不需要负物质的情况下，通过等离子和电磁场就能产生曲速炮，虽然需要太阳质量 10% 的能量。紧接着2021年4月 Bobreck 和 Mattel 的一篇论文提出可以根据炮外速度是否大于光速和内外速度的大小差距，把曲速引擎分为4类。第一类，炮外速度低于光速，炮内速度低于炮外速度。第二类，炮外速度等于或略微大于光速，炮内速度低于光速。第三类，炮外速度超过光速，炮内速度远低于炮外速度。第四类，炮外速度接近光速，炮内速度略低于炮外速度。阿库别瑞引擎在低于光速的时候属于第一类，高于光速的时候属于第三类。目前还有很多人仍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至少我们已经有了和现有理论不冲突的曲速设计，甚至有可能开始做小尺度的实验。一开始肯定没法直接到第三类的超光速，更有可能先有个第一类的亚光速曲速引擎，即便只有光速的 1%， 也已经比现有的任何一种推进系统要快了。好了，从现实到理论，我们已经浏览了各种航天引擎。下一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期，还是老规矩，轻松一下，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奇葩的航天器以及它们的引擎。欢迎继续收看，再见。